家，又到了最常爆买的年底，打折实在有够多，一不小心买了好多东西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好事多常买的食材，还有一台最新上市的懒人家电。当当，就是它。这是一台万用的烤箱，最重要的是这些食材呢搭配这一台小家电，在我脑里不断精简，在精简之后，产出了几个超简单的食谱，应该呢可以成功的做出一整桌的异国懒人料理。因为食谱呢是我爬文加删减，还有微微的食材置换，在我脑里产生的，所以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做，嘿嘿，看到最后就知道会不会成功了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来开箱吧。这次的懒人料理要用我家最新来的 Instant 烤箱做，没错，每道料理我都要用这一台新来的做。早期的观众应该有发现，我前5支开箱影片就已经开箱了 Instant Pot。3年前，我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台湾第一批 Instant 的使用者。其实我在美国的家人早就是 Instant 的粉丝，当初台湾一上市，我就抱持了一个尝鲜的心态去买，没想到真的超级好用。我只是一个料理的菜逼吧，就可以用 Instant Pot 煮出很多厉害的食物，不管是煲汤啊、舒肥啊、红酒炖牛肉啊、中式、西式、煮饭等等的，它都可以做得出来，煮得很快，而且看起来也超级厉害。其实我只是把食物丢进去而已，锅子做的事情还比我多。截至目前为止，我的 Instant Pot 跟我的咖啡机就是我厨房最常用的2个小家电，在 IG 也推坑了很多朋友买，他们也跟我说真的很好用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台烤箱它有什么配件吧。9.5公升气炸烤箱，低油盘，2个不粘烤盘，转笼。取物叉、烤全鸡的叉子、烤鸡的架子，还有2颗螺丝，组装很简单。面板上有9个智能程序，气炸、烘烤、焗烤，还能发酵和做果干。最特别的是，它有一个自动转烤功能，市面上小烤箱很少看到有这个，甚至能烤全鸡。烤全鸡就不再是大烤箱或是砍入式烤箱的特权了，看起来超级专业的。温度和时间都可以自行调整设定。还有照明功能，食物在里面长怎样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有时候烤饼干或是发酵面包很需要照明，或是第一次买的冷冻食品不确定要气炸几分钟，把灯打开可以直接看到食物的状态，就不会每次都等到闻到烧焦味才知道烤焦了。整个使用起来呢，我觉得像 Instant Pot 一样，属于那种无脑就很容易操作、很容易上手。操作呢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。第一次用，我习惯全部配件先洗一次。嘿嘿，我之前选的 Instant Pot 就是看在它配件全部可以进洗碗机。这个烤箱除了烤箱本人，全部都可以放洗碗机，够懒，我喜欢。这台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烤门可以拆。常常气炸东西或是烤肉喷油的会喷到门上，门拆下来擦得更干净，擦拭烤箱里面也更好擦，卡榫的地方也不会放过，就像这样很容易清洁。接着我们就来分装备料，挑战今天做出一整桌的异国懒人料理吧。好事多的超级大包薯条我都这样分装，分个几包放冷冻，也会分给邻居和家人。你们喜欢吃软薯条还是脆薯条？好想知道哦，大家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说哦。虽然我自己是觉得麦当劳的脆薯最好吃，身为薯条的粉丝，我常常忽然很想吃薯条，所以都会在家里随时准备好薯条。不过要烤出好吃的薯条，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个烤箱虽然体积不大，但里面空间有9.5公升，还蛮大的，可以烤全鸡，还有这个转笼气炸薯条，受热比较均匀。以前平放在烤盘上气炸，常常底部都没有炸好，用这个转笼，预设时间8分钟，每一面都超酥脆，每一根都是脆薯条。再来，我要来还原一个不管出国去到哪，只要有看到我都会忍不住去买的东西——土耳其烤肉。披萨饼可以自己做，食谱我放描述栏。懒人料理就直接买好事多现成的餐包，跟沙威玛一样，直接放烤箱烤就可以了。
之前看了很多中东料理的影片，肉要嫩的秘诀就是酸奶。好事多这个希腊优格也是我一直回购的，除了加果酱、加水果、加麦片吃，拿来腌肉也很好用。好事多买的吐司和餐包都很多很大份，我会这样分装，是不是有点像外面餐包店卖的？一些放冷冻可以保存得更久，还没有遇过发霉。肉腌好以后就开始串肉，每一块肉都要叠得很紧，越紧越好。这次我串了1包鸡胸肉和1包鸡腿肉，有点重。温度设定200度，食谱说要烤1个小时左右，很多小烤箱最多都只能烤15分钟，这台烤箱最长设定60分钟，超棒的，不用一直去转，放着让它烤到好，像沙威玛那样旋转烘烤，每一面都烤得到。这台功率还不错，比起食谱的1个小时，大概半小时肉就很熟了。烤好之后，把卡槽松开，切肉之前先把餐包拿去气炸。边转叉子一边切下烤肉，看起来是模是样。把肉放在刚刚气炸好的餐包上，哇，加上配菜，这一盘外面可以卖150了吧？再来还原一个我去香港最爱的虾多士，之前香港朋友带我去吃过洲际，就变成我每次去香港的必吃，真的无法忘怀那个味道。虾滑很麻烦，我们这次不要这么麻烦。好事多买的这个花枝虾浆超好用的，我冬天很常买，除了捏成球变成火锅料，我觉得拿来做虾多士还有月亮虾饼应该也很适合。就不用像市面上的食谱做虾滑这么麻烦这么费工的事，身为懒人队长我不能接受。而且好事多买的1份1条，不用分装，直接放冷冻库，很方便。这袋杏仁片我吃完就会回购，味道不错，加优格单吃也很好吃。分装给家人，剩下的这样搭配干燥环都可以保存得很好。接下来要用气炸功能，需要先预热，比起一般烤箱，这台预热时间缩短了不少。烤箱内的温度到了，就会显示 Add Food， 让我想起很常用的 Instant Pot。比起瓦斯炉，用它煎炒很方便，加热时间也不算慢。Instant 品牌就跟它名字一样，不会让人等太久。把做好的虾多士放进去就完成了。看起来好像很成功，时间又超快。下班想吃宵夜，超懒超方便。杏仁片好香哦。自己做就可以下重本，杏仁片放超多，虾酱也挤超多的。但是啊，我刚发现蛋液不能刷太多，不然会看起来有点焦。可是味道真的很棒，超快速的异国懒人料理，小宅厨房用烤箱真的很方便。你们看了是不是很饿？煮完呢，这些配件我全部丢到洗碗机里，我负责吃就好。那还不但功能很齐全，就像 Instant 品牌的创办人说的一样，他们要设计出让忙碌的上班族也能快速食用。简单好上手，而且还要做出健康好吃的小家电。用了他们家2台机器，真的说到做到。不好意思大家，那我先开动咯。
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这次的懒人料理食谱怎么样？应该很简单吧？如果你们有更懒的烤箱食谱，也欢迎底下留言跟我说哦。这台呢，现在好事多卖5949，9合1的功能真的还蛮多的。除了我今天用到的气炸还有自动转烤的功能以外，它还可以烤全鸡、做果干，甚至还能发酵。以这个价位来说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感谢 Instant 的邀请，让我有机会还原这些异国美食。我会再来研究更多懒人料理的食谱，po在我的 IG， 大家可以来 follow 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个订阅还有赞，或是转发给你们喜欢料理的懒人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